萧初然将父母送往他们的房间安顿，看到房间条件这么好，两口子立刻放心许多。他们最怕逃亡路上会吃亏，也怕到了那个南太平洋的岛上之后，发现岛上的条件太艰苦。不过眼看跑路的船都有这么好的条件，他们自然踏实不少。萧长坤左看右看，摸了摸房间里的地毯和家具，对马兰说：嚯，这船上的都是好东西啊，这家具是上等红木的，地毯都是纯手工的羊毛地毯，而且特别厚。我记得中东出这种地毯，好像1平方都要上万块。连咱们跑路的船条件都这么好，到了南太平洋的岛上，条件肯定也差不了，是吗？马兰惊讶地蹲下身子，摸了摸地毯的一角，不解地问：这东西能要这么贵吗？萧长坤提醒他：你忘了咱们在阿布扎比清真寺看到的地毯了吗？那1平米都要上万美金呢。你觉得这地毯和那地毯有什么区别？还真是，马兰感慨道，这一摸就是好东西。说着，他又不禁感叹，这么看来，叶晨这小伙子品性确实还是不错啊，自己都爆雷了，还把咱们照顾得这么体贴。萧长坤叹了口气，有些心疼地说道，你没听闺女讲吗？她把房子车子都卖了，现金什么的凑一块，都拿来安顿咱们一家3口了，确实仁义啊。马兰也看得出有些伤感，悠悠叹息几声，随后郑重其事地说，老公，初然，既然叶晨对咱们这么好，咱们也肯定不能辜负了他。萧初然很是惊讶地看着妈妈，以为她的人性终于得到了升华，没想到马兰却一本正经地说，叶晨付出这么多辛苦和努力，才为咱们打下了这个局面，咱们一定不能让他的努力付诸东流。我换句话说，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咱们一家3口要去什么地方，到了地方之后，也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们就在那里，因为一旦被人知道传了出去，叶晨这些努力可能就全部灰飞烟灭了。萧初然刚刚燃起的一丝幻想瞬间破灭，他自嘲地笑了笑，觉得自己都快30岁的人了，竟然还没有看清现实，妈妈是什么样的人，自己其实早就清楚不过了，却还在心里奢望他能有所改观，简直就是痴人说梦。而他的爸爸萧长坤此时却非常赞同地向马兰竖起了2个大拇指，称赞道，老婆，你说的可真是太对了，这种时候我们就要有那种壮士断腕的魄力，一定不能让叶晨的努力打了水漂。说着，他低声念道，最近那些搞电诈的王八蛋不都陆续被判了吗？只要被抓到的，谁都跑不了，那些家产也全部都保不住。叶晨将来要是真成了诈骗犯，那他留给咱们的全都是违法所得，按理说那都是要被罚没的，但是只要没人找得到咱们，那咱们就能在南太平洋高枕无忧。马兰忍不住问，那要是叶晨被抓了，他会不会把我们供出来？毕竟戴罪立功能减刑啊，而且就像钱红艳当初出事儿时那样，人家不是说只要能退赃退赔，也能从轻判决吗？萧长坤点点头，说，我还是相信叶晨的人品的，他既然都已经做出现在这个决定，自己亡命天涯，让咱们去享受人生，那就证明他肯定还是想保全咱们的，只要咱们别暴露自己，安全问题肯定不用担心。马兰松了口气，赶紧说，还是那句话，说什么都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萧初然一旁听着父母2人的碎碎念，心里感觉悲哀的同时，又忽然间仿佛参透了什么。他发现一些事情和问题，如果跟身边的人如实坦白，解释起来实在太难，而且瞻前顾后，畏首畏尾。就像这次自己不打招呼就带父母无限期的离开华夏，如果如实解释，爸妈不知道要惊讶到什么程度。再想到叶晨的万亿家产，怕是更心痒难耐。你妈妈那种要钱不要命的性格，她才不会管叶晨到底有什么危险，她一定会想办法告诉全世界自己是叶晨的丈母娘，到时候这一切处理起来反而更加棘手。但如果撒谎的话，一切就简单太多了。
这个谎言说出去，就永远不用担心父母会拖自己后腿。最大最难的问题，反而以最轻松的方式更好地解决了。他又忽然想到叶晨的谎言，心中恍然大悟，也更理解叶晨做出隐瞒自己的决定。隐瞒起来，一切就不会那么的惊世骇俗，一切也就不会那么的难以理解。这一刻，他终于亲身体会到了叶晨一直以来的处境与感受，埋藏在心底的那一份芥蒂，也瞬间消失不见，荡然无存。从父母的房间出来，萧初然找到孙萌萌，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。孙萌萌也觉得萧初然这样的处理方式，其实比坦诚相告更合适。坦诚相告还要考验人性，万一这老两口一心想找叶晨这个金龟婿，自己这些人也不是看不住他们。但这种高度防范的状态，以及对方一心想要突破防御的心态，就像是监狱的犯人和看守，时刻互相提防，会让双方都很疲累，而且更容易出差池。但如果用萧初然这种方式，那老两口可就不是被关押起来的犯人心态了，他们会把工作人员当成保护他们的保护伞，巴不得时刻藏在保护伞的庇护之下，到时候各项工作也能更加流畅地开展。于是他便立刻把这件事上报给了孙姐，孙姐也请示了安承熙。安承熙听到这个情况，起初有些错愕，但很快便笑着对孙姐说，知父知母莫若女，就按萧初然的思路来吧。身在墨尔本的叶晨并不知道，自己在萧长坤和马兰的眼里，已经从之前的好女婿变成了现在的鬼见愁。以前一口一个好女婿称呼他的老两口，现在已经巴不得这辈子都不要再见到他。两人见面之后，叶晨将情况跟李亚林同步一番。李亚林听完之后感慨说，叶少爷，在下说句心里话，既然叶夫人是心甘情愿离开您，那就意味着，第一，她的安全就肯定不用担心；第二，她肯定不希望被您找到。如果叶太太是被挟持，找起来可能还轻松一点，但她和对方是合作关系，这难度就太大了。说罢，李亚林认真道，在下觉得，您就不要把精力集中在这件事情上了。这件事需要抽丝剥茧，是慢工出细活，不是大力出奇迹，可能快则1-2年，长则3-5年。您如果全身心扑在这上面，会耽误您太多正事。您如果相信我，就把这件事放心的交给我。您还是忙您的复仇大计，毕竟叶太太离开您，也是希望您能更好的把精力集中在这件事上。您觉得呢？叶晨心中唏嘘感慨，他也知道找萧初然绝非一件简单的事情，就算对方不再转移萧初然，等李亚林把这些线索一点点捋清楚，也至少要1-2年的时间。要是中间对方察觉异常，再把同样的伎俩玩上一次，这个时间轴恐怕还要再延长。自己全身心去找，恐怕确实要耽误太多时间精力。更何况萧初然也未必想见自己，如果他也一心躲着自己，那找起来只会更难。萧初然离开自己，不是因为生自己的气，也不是因为不爱自己，他是不希望影响自己复仇。自己若是他日大仇得报，说不定萧初然还会再回来，说不定那个幕后主使也会浮出水面。可如果自己迟迟不能报仇，自己的身份迟迟不能大白于天下，萧初然知道自己大仇未报，必然还会选择继续隐藏。自己说不定会把报仇和寻找萧初然的事情双双耽误了。叶晨能有今日，抛开父母的暗中托举，也离不开他自己果断干脆的行事风格。眼下萧初然离开已成定局，自己再伤心也不能就此一蹶不振，必须要做出理智的决定，才能争取到最好的结果。于是他对李亚林说，李探长，我把何家人、伊藤家族的忍者都交给您来指挥，再从万龙殿给您抽调100名精兵良将，整个 AI 模型也任您调配，请您务必用最快的速度找到初然的下落。李亚林当即说道，没问题，叶少爷，我先从澳大利亚、从唐四海的线索查起，
华夏那边先安排人追踪这些车的信息，我在澳大利亚忙完之后，就第一时间去华夏继续追查。您就不要在澳大利亚浪费时间了。好，叶晨叹了口气，说，那我就先回金陵，找人的事情就拜托李探长了。叶晨虽然嘴上这么说，可他心里还有一个心思，就是回金陵见一见林婉儿。与李亚林这种抽丝剥茧的侦探不同，林婉儿的聪明更多则是出其不意，不按套路出牌的。当初他来到华夏，仅凭自己的名字就找到了自己被隐藏的真实身份。吴飞燕若有他一半聪明，怕是早就把自己找出来杀掉了。所以他想去见一见林婉儿，看看以他的经验与智慧，能不能给自己什么有用的提示。